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。市场现在都在盯着联准会什么时候降息，但聪明的钱已经开始转向一个被多数人忽略却正在野蛮生长的领域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一个高达13兆美元的美国住宅房贷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巨变。高盛证券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抛出了一个震撼弹：2026年非机构住宅房贷担保证券，也就是所谓的 Non-QM MBS，发行量预计将冲上105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。更重要的是，高盛指出，2023年发行的旧债券正迎来大规模的速回潮，预计会有65档交易被提前买回。如果你还在死守着传统的国债或是普通的机构债，你可能正在错过一场资产重组的红利。为什么在利率维持相对高位的当下，这些房贷发行商反而急着把旧债收回去，改发新债？这背后隐藏的是市场对信用风险的重新定价，还是另一场泡沫的开端？今天我们就透过高盛的深度报告来拆解这场1050亿美元的发行巨浪，看看这背后究竟是危机，还是投资人也能参与的套利机会。高盛报告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， Non-QM MBS 非合格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正在重新成为固定收益市场的重要资产。高盛认为，凭借较高殖利率、稳定信用表现、良好流动性与分散风险能力， Non-QM 已经逐渐摆脱金融海啸后的负面印象，重新受到投资人关注。高盛预测，2026年 Non-QM MBS 发行规模将达到1050亿美元，市场规模持续创新高。同时，也有65档2023年发行的债券可能提前送回，带动大量重发交易。高盛认为，相较于持有旧债，投资人更应关注重新发行、票息较高且信用条件更佳的债券。许多人仍将 Non-QM 与2008年次贷危机联想，但高盛强调，两者存在本质差异。现代 Non-QM 受到陶德法兰克法案监管，贷款机构必须依据还款能力规则，审查借款人的收入、资产、信用与就业状况。这类借款人通常不是信用较差，而是收入形式不符合传统银行标准，例如自雇人士、企业主或多房产投资者。数据显示，2025至2026年新发行 Non-QM 贷款的平均 FICO 信用分数达748分，平均贷款成数约 70%。 与金融海啸时期的高风险 Ninja 卖款相比，目前市场的信用品质明显改善。在定院方面，高盛指出，目前 Non-QM 3A 级证券利差约为120个基点，并与机构 MBS 市场高度相关。由于 Non-QM 通常比机构 MBS 存在约20个基点的补涨空间，因此在利率波动环境下仍具有相对吸引力。2023年债券迎来纵回潮，主要原因是当时发行贷款利率较高，而目前融资环境改善，使发行商有动机回购旧债并重新发行。高盛认为，这反映底层贷款现金流健康，也为投资人创造新的配置机会。华瑞认为，报告中有3个细节值得关注。第一是 Non-QM 的低延展风险。由于此类借款人再融资流程较复杂，预付率曲线较平坦，当市场利率下降时，投资人持有高票息资产的时间可能更长，不容易因提前还款而失去收益。第二是票息阶梯调升机制。2022年后，部分新发行债券加入条款，若4年后未被赎回， 3A 级债券票息将自动提高约100个基点。这迫使发行商在回购债券与支付更高利息之间做选择，提升投资人保障。第三是重发债券的价值。高盛指出，经过时间验证的重发资产，由于具有更长还款记录、更低贷款成数，信用安全边际甚至可能优于新发行债券。对投资人而言，高盛的报告带来几项启示。首先，在利率不确定环境下，不能只关注国债收益率，而应寻找具备信用溢价与结构保障的资产。Non-QM 3A 级证券提供了一个介于国债与高收益债之间的收益选择。其次，需要关注基金或 ETF 中是否持有大量即将被赎回的旧债。随着65档交易可能提前终止，资金再投资能力将成为影响收益的重要因素。最后，风险监控不能只看通膨与利率，更要关注就业市场。高盛目前的低违约预期建立在失业率约 4.3% 的假设上，一旦就业环境明显恶化，自雇人士等 Non-QM 核心借款群体可能面临压力。总结而言，高盛认为 Non-QM MBS 正从过去的边缘资产转变为固定收益市场中的重要配置工具。
1050亿美元的发行规模与重发潮显示市场正在重新评估这类资产的价值。华瑞本为，如今的 Non-QM 市场已不再依靠降低审核标准扩张，而是透过更严格的信用评估与更完善的结构设计，提供投资人更高收益与更好的风险控制。对投资人而言，关键不是追逐高收益，而是辨识真正具备信用安全边际的资产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